像这种情况的出现，就是因为什么样呢？就是因为目前大家的基本功还不到位，所以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像我们在画的时候哈，有时候我还故意去闯点祸。这个时候闯祸的话，就属于什么情况呢？就属于是，比方说，你看上次你们在我抖音上看到那个抖音平台上看到我哈，我要故意泼一点颜色上去，是吧？这个时候其实祸是闯得很大，泼上去以后，再根据画面的需要再去调整它，或者是故意把这个地方弄点墨它只有这种情况以后，然后有时候才能画出意想不到的一些效果。你看，我们有时候浪花它是揉出来的，它是那种在揉动的过程中出现一些很有变化的一些效果，然后各种风都用上。好，大家看，很自然的，我就把它跟那边就基本上衔接好了，基本衔接好了。到时候这里如果是再想办法，我们基本上把这里画好以后，好，再往下面走的话，那就要注意了，你看，在这个浪就把它延伸下来了。有些比较大的浪，有些比较小的浪就开始往下延伸。这个时候我笔上大家看哈，水分都非常少，就通过只接触到时间的长短，有时候笔上水分很少，但是你看我还是能够画出这么深的墨来，是因为我行笔很慢，它自然而然的这个水分就到哪里去了？就吸到宣纸上来了。所以行笔也是很重要的哈，也是很重要。好，把它画了以后，水分实在太少了，我们又可以再加一点。这要注意什么问题呢？不管是画水也好，画石头也好，还是画什么也好，只会画实。如果只会画实的话，它不算是高手，一定要学会什么画虚。只有他虚的好，才能把实的东西更好的怎么样呢？衔接过来。这句话你们要是悟一下把它悟透了的话，你们就又算上个台阶哈。像这些是该虚的地方，它靠近石头，让它就虚一点。倒是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点台，是吧？点一点，用胶墨点一点台，点了以后在台上点一点东西，或者在这里画些小树枝，或者画些小树枝这些。
这些都是非常注意力要集中的。所以你看，我有时候都没怎么说话。好，这里画的比较实了，我这个地方啊，就逐步就比较虚。我刚才说了，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呢？就不但要学会画实，还要学会画虚，这种哈。看，我把这个画好以后，好，这里基本上也就干了，我吹一下。上面还有一点点。其实最难画的是下面，这顶上这些都很简单。我还是刚刚给大家说了，石头往哪边流，我这个水纹就往哪边流，它不需要动太多脑筋。但是下面的话，那真的是要动很多脑筋，你就要去，你看我这个石头往这边流，我就往这边流，啊，至于顶上这些哈，我都比较简单，包括我抖动的感觉都会少一点，啊，因为它又远了一层了，是吧？抖动的感觉都少一点。我这就画到这里哈，因为这个上面还有一些要这个过渡的呀，怎么样的呀？这个在到时候画完整的时候可以来画它。哎，你看我稍微加了一点，这里的层次是不是就显得特别的丰富了？把这里加了以后，我们这里又开始干什么呢？啊，这又开始画这个染这个石头了。第3步，啊，我们再调点颜色。就在这个基础上多加一点点胭脂就可以了，啊，多加点胭脂就可以了。大家看哈，我这么一染了以后，其实这个颜色并不深哈，只是染了以后呢，它是湿的，从镜头上反映出来好像很深，啊，倒是干了以后，整个的这个它的结构啊，包括石头的结构这些都会有的哈。你要把这个一染了以后，
像这些白，基本上都不要它留，它只要一压下来以后，很自然的，这个水就怎么样了，就全部就出来了啊，包括这些白。说染石头这一块也是很重要的哈，这里是要注意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如果石头很大，哎，可以另当别论；如果石头很大的话，就把它下面的把它染了，上面的留下来。到时候再做点别的颜色，不要很大的石头也是一视同仁啊。你看，我就把它下面染一下，在下面染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它的下面的浪花呀。这个时候染的时候特别小心，多余的亮点把它压下来。哎，你看这么一染，这么染它就有一些浪花凸出来了，是吧？就是打到这个岸边。来，现在看哈，刚刚呢肯定还不太清楚的，哎，通过我把上面一染，又很自然的就把这个水你看这个水从后面就出来了，是吧？很自然就从后面出来了。我们刚刚说了，哎，这个靠近水的就把它染了，哎，这些量就留下来。留下来，到时候在湿染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文章。这里面可以加点亮的颜色，是吧？可以加点亮的颜色。大家再看，我把这个染了以后，整个水的感觉是不是就非常的漂亮非常的漂亮整个它这个衔接包括跟这边的衔接，是吧？这些大的有浪花。有些小的浪花，哎，有些有水纹留下来的感觉，这就出来了。这个出来以后，而且这里面要注意，有些落差，像这个就算落差水的落差，你根据情况来算。你比方说，我要画一个人画这么高，那这个落差就在3米左右就在3米左右，是吧？画矮一点，它就在3米左右。如果我要画一个人只画的这么小的话，那这个落差就有5到10米所以说这个比例问题很重要比例问题，你根据你的情况来定把它画了以后，我们这里再调点颜色。好，这里呢，这个调什么颜色呢？你看，还是将就开始这个颜色。我们把笔洗一下，把笔洗一下，
就蘸点山绿，藤黄，啊，明显这个颜色就比刚刚那个颜色叫怎么样了？你看，叫淡很多了，是吧？叫淡很多了。调好以后，因为现在一样的，跟开始那个是一样的，就是说我把石头一染，你会觉得水一下子就亮起来了，这个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好，但是水中的石头很深，它跟水脱节了，所以说我们这里就需要它怎么样呢？需要它们把水和石头它这种脱节的情况解决了，我就会一般来说我会把这个石头和水稍微连一下。在连的过程中，一定要在它的下面连，不要在顶上连，顶上是流量的地方。来，这边也是靠近石头的地方，这边不但要连，还连得多一点。这边也是逐步过渡，就是让最亮的地方留在这一块，是不是它就有一个层次，逐步过渡的层次了？啊，这个很重要哈！你不要到时候哪怕你现在这块水画的再漂亮再好，哎，你都要跟它要产生关系啊！因为什么样呢？因为整体感啊，要保证它一个整体感。稍微染上几笔，你就会感觉到层次，水的层次，这个跟山石的这种感觉，它就已经就出来了。你看我们现在这里染过的，是吧？也会觉得非常漂亮，是吧？当然我们现在这里还要点台，还要加一些东西，这个是后话哈。啊，现在只是教大家怎样画水。好，把这里染了以后。这边也是靠近纸边啊，靠近石头边上，稍微把它连一下。像这里就不要它太亮，不要它太亮了啊。大家看我染水，它是有个规律。一般靠近石头边上的，或者靠近纸边上的，我都会把它染的比较怎么样呢？染的比较这个多一点。来，靠近石头边上就多染一点，留出一小点这空间来就可以了。像这个纸边，靠近纸边的，把它几乎就把它染了。这样子的话，它们就能够更好的把亮留在该亮的位置上。哎，你看，我把这些下面都染了以后哈，就把这个亮啊，就留在浪花最多的，因为只有浪花最多的地方，它才能产生很白的这些水花，是吧？啊，你看这就出来了，是吧？这也是一样的。
把这些浪花，稍微压一下，主要留出它这个浪花的位置，自然而然的这就丰富了。这也是靠近纸边的。当然，我们现在这个水不是说就是染到，就是刚好染到位哈。最终在打湿了烘染的时候，啊，这个水还要再过渡它一次，还要再通过颜色再过渡它一次，让它更加的协调啊。你看，我们刚刚这里还不够的，又再稍微染一下。你看，今天给大家。教了这个浪花的画法，这个就是瀑布的画法，小溪的画法，是吧？这两个呢，就让它很好的衔接起来了，基本上呢，我们这个画面啊，如果是要加一些元素的话，那真的是就是很快加点元素，它就可以形成一张画哈。有可能我这个星期会把它完成一点东西出来。好，下次我们在染云的时候呢，像下个星期染云的时候，就染一张试试的给大家看，是吧？给大家看，这个都应该是很漂亮的一张画哈。如果是画出来是很漂亮的哈。今天也是画的算不错的哈，这么3个小时画了这么，主要是这个是很花时间的，哈。